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视频，我来分享如何在家里有限空间种植蓝莓的方法。蓝莓是一种很常见的甜品配料，平时最多的应用是蓝莓酱、冰淇淋、水果派等甜点中。以现代医学方面的研究，蓝莓含有强抗氧化剂，可以降低癌症发生率，也能减缓身体老化，增强记忆力。蓝莓中的花青素还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中的视紫质再生，从而预防近视及增进视力。接下来的视频，我就介绍一下如何在家里种植蓝莓，不仅可以美化家庭环境，还可以吃到最为新鲜的成熟蓝莓。蓝莓从分类学上属于越橘属越橘亚属的青叶果组开花植物，拉丁名是Cyancoccus， 原产于北美洲和东亚地区，属于灌木类植物，分为高大的高层蓝莓和矮小的矮丛蓝莓。通常我们在家里种植选择矮丛蓝莓来种植。蓝莓的生命力非常强，据说北美地区的矮丛蓝莓可以耐受野火的侵袭，在野火过后会生长更加旺盛。我在2023年3月中旬买了一丛，这里说一丛不是一株或一棵，是因为蓝莓是几株种植在一起的，因为有些蓝莓品种是需要一株授粉的，如果只种植一株，通常是只开花不结果的。我买回来的时候，蓝莓就已经挂果了，到了5、6月份果实就彻底成熟了，吃起来的口味非常甜，因为是在植株上自然熟化的，所以比起超市买来的要好吃得多。蓝莓的叶子非常多，耗水量也很大。我的这丛一直种在底部可以存水的懒人盆里面，夏季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浇水，秋冬季节需水量小一些，但一点都不怕浇水过多，只要不是把根部泡起来，就完全没有问题。光照方面，蓝莓是喜光的植物，需要充足的光照才可以生长旺盛，开花结果才更多。我种植的这盆从2023年3月中旬一直放在南向阳台靠近玻璃窗的地方，到了11月之后，天气转冷，叶子都开始变红色了，我就把它搬到室内靠窗的位置种植，整个冬季都没有落叶，到了11月中旬开始长出花蕾。第一段视频拍摄是2023年11月20日，可以看到很多花蕾。第二段视频是2023年12月2日拍摄，可以看到小铃铛般的花朵陆续开放了。冬天室内没有昆虫授粉，我就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用棉签帮助花朵授粉。第三段视频是2024年1月30日拍摄，可以看到蓝莓的果实已经挺大了，只是人工授粉有时候不够及时，所以结果率偏低，不像户外种植的那样挂满一串串的果实。种植蓝莓的土壤需要 pH 值4至 5.5 之间，要求排水良好又透气。土壤调酸我用的是硫酸亚铁，也可以使用米醋，还有使用硫磺颗粒的，据说效果也不错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蓝莓的植株枝叶很多，所以需要比较多的肥料，除了腐熟的有机肥之外，还可以用一些缓释颗粒肥。我在10月底的时候使用了一些磷酸2氢钾叶肥，也许这是促进蓝莓冬季开花的一个因素。另外一点就是蓝莓不同品种开花结果是需要一定储冷量的，储冷量是指低于 7.2 摄氏度的基温小时数。我种的品种是蓝枫，是适应力很强的一个品种，不太需要很多储冷量。有些北方耐寒品种需要800至1000小时的储冷量，所以需要根据自己的环境进行选择。蓝枫的另一个优势是抗病虫害能力很强，我在种植过程中只出现过少量红蜘蛛和蚜虫，直接拿到洗手间用花洒把叶片正反面都喷一下就可以了，完全不需要使用农药。总结一下，选择适合的品种，保证充足的光照，提供微酸性、排水良好又透气的土壤，保证充足的肥料，在花期及时给花朵授粉，相信您也可以在家里种出美味的蓝莓。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，节目中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您留言指正，也希望您能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，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。